大家好，我是秦妍。我的频道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自从我制作的乙女游戏《1000王子》上架之后，我收到来自玩家的评论说，这个游戏是一款粪作这简直让我非常的生气。因为生气伤肝，所以我还特意在网上买了护肝贴，结果转运到泰国曼谷来，已经有1个多月了，都还没有收到。集运公司跟我说，那个包裹丢失了。就是简直让我气上加气，最近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尤其是我辛辛苦苦制作的乙女游戏《1000王子》，然后玩家就是说这是一个扁扁，又或是给我红色大拇指，真的让我又委屈又伤心。但是回过头来想，他们这些留言也多少给了我一些流量，所以我应该大度一点，满怀感恩的心，感谢你们。其实说句实话，做了游戏，既然要把它放到 Steam 上面，就要能够接受不同玩家的评判，或好或坏，都要去接受它。如果没有这个承受力，那就不要放到 Steam 上面，就直接放在电脑地盘里玩就好了嘛。所以我想关于游戏的品质，比如游戏的画质，我游戏的剧情，游戏的玩法，我都会根据玩家的意见不断优化和改进。不过这条视频呢，我并不是要探讨就是游戏上架的这方面的问题，而是想要探讨说，一款游戏上架之后，它是否受到欢迎，其实并不是全然跟它的技术、艺术或者美术相关，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跟命理玄学有关。所以呢，我想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在之前的大热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上架之后，热度空前，有命理师就分析说，悟空是猴子，这个12生肖猴子，它对应了12地支当中的生猴嘛。然后黑神话的黑也是点睛之笔，而说黑色呢是人癸水，所以这些信息它都对应了它上架的那个八字，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我看了命理师的那一期之后，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当时我正在制作1000王子，所以我就也去找那个命理师，我就问他1000王子的情况，我就给他介绍说1000王子这是一个非常华丽浪漫很庞大的会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乙女游戏系列，然后我让他看一下怎么样。他说不用这么啰嗦哈，就是给他一个八字就行了然后他就看了一下我的八字，他就跟我说，没有看出来我在事业工作上面有什么成就或者是建树哈。非常的普通，很一般，就是1000王子是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哈，他让我找个男人嫁了，我就当时其实是非常失望的，就是因为经历了这样一次巨大的失望，期待落空，所以呢，在1000王子上架之后，我收到了很多的恶评，我也不是说非常的受到冲击，因为我已经打过预防针了。那我想说，游戏上架的时间实际上是非常有讲究的。我说的这个讲究呢，不是说大家很常听到的什么避开游戏大作的上架时间啦，或者你可以在寒暑假或者是周末人流量很高的时候去上架。我说的是不是这种大数据这种层面的上架时间的选择，我说的是一种玄学的吉凶。因为我当时快要把1000王子制作完的时候呢，已经是今年2025年1月的下旬，然后做好以后提交给 Steam 平台，它并不是说立刻让你上架，它要通过平台的审核，那平台的审核也不是一次性通过，有可能会有错误，它会再发送给你让你改，所以呢，我们需要预留一段时间，提前的去提交给他。当时我就是预计发售的日期选了一个1月28日，因为128要你发很吉利吧大吉大利，真的觉得很好。然后我提交上去呢，没想到很快就通过了。上架日期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就像
像一个婴儿宝宝出生，他有他的出生日期，通过他的出生日期可以看出他的运势的一个起伏吉凶。那么游戏如果把它拟人化的话，这个游戏的上下日期就是它的出生日期，由此呢，你可以判定这个游戏之后啊，它的一个命运的走向。当时我提交了之后，没想到这么快就审核通过了。我记得当时是1月25日，我那天还在超市买五花肉，还不知道是酸奶，然后我一看邮件来了，说通过了，我好激动啊！因为它有2个选择，你通过以后，你可以选择立刻上架，或者说是还是等到你选定的那个日期，比如说1月28日再上架。我当时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一刻都不能等，我要立刻把这个游戏推给我的玩家，让大家玩。所以我就在超市里，然后赶紧的就是要选那个立刻上架。其实这个点选的按钮，我看到有一些玩家做的很有仪式感，也很隆重，他会做的像新年跨年的倒计时啊，或者是像去纽约证交所敲钟那样子啊，就是3、2、1上架，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但是当时呢，因为我好像没有办法这么讲究，我就在超市里面，然后就直接选立刻上架，然后还要输一个 Steamworks 啊，然后你就 OK 了。因为当天是1月25日，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个日子125啊也不差，就虽然不如128那么好，但是我迫不及待嘛，就赶紧上架了。没想到一上架啊，1月24，它的那个上架日期给我显示的是1月24日，我的天哪！因为它有一个时差 ，Steam 平台用的那个时区跟我的时区有一个时差，所以没想到是1月24日，124要你死啊！我觉得，我当时一看，我心都凉了，我脑袋一嗡，啊，这么个数字，我觉得很触眉头，我很忌讳，我不喜欢带有4的数字，尤其是门牌、电话号码，各种证件号，如果带有4，尤其是尾号4，我都觉得非常的不喜欢啊，很忌讳，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这个游戏可能会命运多舛。后来果真如此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啊，然后你像是我们上架游戏到 Steam， 它每一个游戏都给你一个 App ID， 都给你个 ID 号，还好它那个 ID 号呢都是0结尾的。每一个 app 都是0结尾的，然后你上传到它那个后台之后，你再选如果你是有不同的平台，比如说 Windows， 那你就这个 ID 号后面就是数字+1，如果你要上架到苹果电脑用 Mac OS 就是+2，如果是Linux 就是+3，就是这样子，所以不会出现数字4啊，我不喜欢这个数字就是，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虽然有一些忌讳啊，有一些觉得命理的说法，但实际上成与败，最终我认为还是事在人为。哪怕命理是说1000王子会成功哟，但如果躺平什么都不干，那也不会有任何收获，不会有任何结果。但如果命理是说1000王子会失败哦，但我觉得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去做，你在这个坚持不懈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耕耘，就总会有累积、成长跟收获。所以我想我会继续在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制作乙女游戏、制作电子书的点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看看。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